Hello，我是小林。今天呢，咱们继续听故事学中文。今天这个故事啊，是来自1600多年前东晋时代著名的文学家陶渊明写的一篇文章，叫做《桃花源记》，希望你能喜欢。从前有一个靠打鱼生活的渔夫，他住在武陵河边上。有一天呢，他像往常一样去捕鱼，可是运气有点差，忙活了半天，别提鱼了，连一点小虾小蟹都没捞着。于是他决定去平时没去过的地方碰碰运气。那些地方啊，虽然偏僻，但是打鱼的人也少，估计啊，如果运气好，应该能有点收获。船桨划呀划呀，眼前忽然出现了一片桃花林。渔夫揉了揉眼睛，哟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他好奇地冲着桃花林的深处划了过去。这是一大片桃花林，没有任何别的植物。现在正是桃花盛开的时节，红的、粉的、深的、浅的，连成了一个粉嘟嘟的世界。风一吹，花瓣就飘飘悠悠地落在船上、肩膀上，带着清新的香气。渔夫看的是目瞪口呆，满口的赞叹：哎呀呀，我这是到了仙境啊！耳边听着小鸟欢快的歌唱，渔夫觉得自己现在什么烦恼也没有了，他只想顺着河流往前走。也不知道划了多远，划着划着，终于来到了桃花林的尽头。眼前是一座高高的山，仔细一看呢，山底有一条山缝。走近一看，这道山缝啊，刚好能挤进去一个人。渔夫很好奇啊，他就把船停好，侧着身挤了进去，开始了这次让他难忘的冒险。这到底是通向哪儿啊？连走带挤，过了一会儿，前面好像有光透了进来。他快走几步，来到了洞口，抬头一看，我不是在梦里吧？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像画一样美的地方，有平坦的土地，上面长满了绿油油的庄稼，有漂亮的竹林和桑树，那边还有一些房子，小路弯弯曲曲的，能看到放牛回来的小孩，还有扛着锄头回家的农夫。空气里还能听到牛羊的叫声、鸡鸭的叫声，还有小孩子的笑声。一切都那么安静，那么美好。渔夫傻眼了，心里想，这一定是神仙住的地方吧？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人看见他了。大家觉得好奇怪呀，从来没见过这个人呢，
就都围了过来，好奇地问：这位大哥，你是从哪里来的呀？怎么感觉从来没见过你呢？渔夫赶紧跟大家打招呼：哎呀，打扰打扰，我是个打鱼的，住在武陵河边儿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到这儿来了。各位神仙，请别见怪啊！大家一听都哈哈大笑起来。我们可不是神仙，我们是种地的农民呢。你看那边还有打鱼的呢。他们非常热情，邀请渔夫到家里做客。主人拿出了新酿好的米酒，杀了鸡，煮了鱼，配上刚从地里摘的新鲜蔬菜。渔夫好久没有吃到这么香的饭菜了，很快就吃了个精光。这个时候，一个老爷子端着一壶茶走了过来。哎，年轻人，别噎着，喝口水。老人家，您这地方可真漂亮啊，尤其是刚进来的那一片桃花林。老人家笑着说：哦，那些桃树啊，是我们祖先很久很久以前种下的。这个地方虽然偏僻，但土地好，水也甜，住着很舒服。一年四季啊，都有新鲜果子吃呢。渔夫很好奇，那你们的祖先是怎么找到这么好的地方的呀？老人家叹了口气，说：唉，说来话长，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外面到处都在打仗，我们的祖先为了躲避战乱，无意中发现了这个地方，就带着村里人躲了进来。进来以后啊，大家商量好，决定不再出去，免得被外面的人打扰，就把进来的小路堵上了。我们在这儿生活了好几代人了，一直很太平。老人家想了想，突然问渔夫：对了，现在外面是秦朝的第几个皇帝啊？渔夫一听惊讶极了：啊，秦朝？老人家，秦朝早就没了，那都是几百年前的事儿了。秦朝之后啊，还有汉朝、魏国，现在已经是晋朝了。村里人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吃惊。啊，原来外面已经过了那么多年，换了那么多朝代了。他们一直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，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变成什么样了。渔夫在这里啊，住了好长一段时间，过得特别开心。这里的人善良又热情，食物新鲜又美味。最重要的是，这里没有战争，没有瘟疫，没有饥饿，大家互相帮助，生活的平静又快乐。在古代，战乱、瘟疫、饥饿是老百姓生活中的三大苦难，几乎每个朝代都会有。所以，当渔夫发现桃花源里没有这些苦难，人人都能过上平静又快乐的生活时，就觉得这里简直是人间仙境。但是呢，日子久了，渔夫开始想家了。于是，在一个天刚蒙蒙亮的早晨，他收拾好东西，准备回去了。
村民们很舍不得他，送了他很多礼物。到了他们刚见面的地方，那位老爷子嘱咐他：小兄弟，你要回家呢，我们也就不留了。但是我们全村人都有一个恳求，希望你一定要答应啊。哦，你有什么要我做的？我肯定答应啊。请你出去以后啊，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见过我们，来过桃花源。我们只想过这种安静的日子，不想被外面的人打扰。你能答应我们吗？渔夫拍着胸脯保证：老人家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保守秘密。谢谢大家的照顾。说完，他就告别大家，准备划船离开了。不过呀，渔夫实在太喜欢这个地方了，心里总想着以后还要再回来看看。他就偷偷的在回去的路上，在河边做了好几个记号。一开始呢，渔夫确实保守住了秘密。可是后来有一次啊，他不小心喝醉了酒，一高兴就把桃花源的秘密给说出去了。结果这个消息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最后传到了当地一个大官的耳朵里。大官就带人跟着渔夫找了很多次，却怎么也找不到。渐渐的，大家都觉得是渔夫在说谎，说他是个骗子，根本就没有桃花源这个地方。后来呀，渔夫遇到了一个叫刘子骥的读书人。渔夫把自己在桃花源的神奇经历原原本本地讲给刘子骥听。刘子骥听得入了迷，说道：没有战争，没有疾病，大家相亲相爱，这地方太美了，光是想想啊，我都要醉了。他立刻请求渔夫：兄弟，带我去找找那个地方吧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桃花源一定存在。于是刘子骥就跟着渔夫在武林河上找啊找，找了一次又一次，但是无论他们怎么找，就是找不到渔夫当初做的那些记号，也找不到当初那条小小的山缝。那个美丽的桃花源就像消失了一样。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，刘子骥去世了。临终前，他喃喃地对渔夫说：世外桃源，世外桃源呐，这是个梦吧？你是在骗我，也是在骗自己吗？这要不是个梦，该有多好啊！渔夫不知道怎么回答，渐渐的，他也开始怀疑，我是不是真的去过桃花源呢？这就是世外桃源的故事。到现在呀，人们还在寻找那个世外桃源，可是一直找不到它到底在哪里。哎，你觉得这个世外桃源它到底存不存在呢？如果你有自己的答案呢，
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。那咱们留言里见，拜拜。